大家好，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条我非常喜欢的自行车骑行路线，位于湾区，从 Mountain View 的 Shoreline Lake Park 一直骑到 Palo Alto 的 Baylands Natural Preserve。这条路线来回全长大约7到8英里，骑行时间大约35到40分钟。从数据上看，它并不算长，但真正吸引人的是它所经历的环境和体验。首先，这是一条非常平坦的路线，无论是新手骑行者，还是只想轻松运动一下的人，都完全不用担心体力问题。整个过程几乎没有明显的坡度，非常适合慢慢骑，边骑边看风景。其次，这条路线最大的特点是自然感非常强，骑行的大部分时间你都会在湿地、海湾和湖泊旁边，周围不是高楼，也不是繁忙的街道，而是开阔的水面、芦苇和天空。天气好的时候，你会感觉自己好像短暂地离开了城市。从安全性来说，这条路线也非常友好，它大多是专用的自行车道或者多用徒步道，和机动车主道有明显的分隔，所以骑行起来很安心。不管是一个人骑，还是和朋友、家人一起，都很合适。当然，这条路线也有一些小特点需要注意，比如因为靠近海湾，风有时候会比较大，尤其是在下午。另外，夏天中午阳光比较强，选择早上或者傍晚骑行，体验会更好。总的来说，这条从 Shoreline 到 Baylands 的骑行路线，并不是为了追求速度或者挑战，而是为了放松、呼吸和自然待在一起。它提醒我们，在科技和城市高度集中的湾区，其实只要骑上自行车，20分钟之内就能找到一片完全不同的空间。另外，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家，最近 Adobe Creek Loop Trail 正在维护，所以去 Palo Alto Baylands Trail 段被隔断。接下来，我来聊聊加州湾区这周的要闻。第一，这场寒冬与身份困境。各位朋友，进入2026年，美国职场，特别是科技行业的中产神话，正面临严峻挑战。亚马逊本周开启了成立3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裁员行动，计划削减约3万名企业级员工，主要影响零售和人力资源部门。这并非孤立，科技大厂的裁员潮已演变为一种常态的气候。2023年裁员约26万人，2024年也有超过15万个岗位消失。与此同时， H1B 工作签证持有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回国续签不稳定性。自2025年12月15日起，美国国务院实施新规，要求对申请人进行更全面的线上背景审查，包括检查社交媒体账号，并要求将其设为公开状态。这导致行政审查比例上升，即便签证获批，也可能面临长时间的发证延迟。许多人甚至被迫跨城市寻找面签机会。
第二，行政改革与经济波动。在税务方面，美国国税局 IRS 正迎来重大改革，其中7.4万名员工在首席执行官的带领下进行高层重组。2026年 IRS 预计将处理1.64亿份个人税表，并明确了强化客户服务、保障隐私及改善监管3大目标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本税务年新增了最高$6000的老年人税收抵免。在金融领域，特朗普总统提议将信用卡利率上限设为10%。对此，摩根大通 CEO 杰米·戴蒙警告称，这可能导致经济灾难。银行界认为，这会限制普通消费者获得信贷的渠道，导致人们因无法支付账单而违约。第三，移民执法与社会反馈。移民政策的收紧引发了基层震荡。ICE 在明尼苏达州、圣保罗等地的粗暴执法引起了亚裔社区的恐慌，甚至有美国公民身份的移民被误抓。对此，来自谷歌、亚马逊、TikTok 等公司的200多名科技员工签署联名信，要求首席执行官出面劝说政府降低移民扫荡强度，并呼吁取消与 ICE 的合作合同。第四，全球趋势与生活趣闻。在全球视角下，一些新的趋势正在显现。医疗旅游火爆。随着中国免签政策放宽，中国医疗旅游 China Medical Travel 在国际社交媒体上走红。在上海进行一台心脏搭桥手术约需4万美元，而美国则需要13万美元。这种极高的性价比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。智商排名争议。一份涵盖100万参与者的在线测试显示，中国平均智商分数为107.2，领先于俄罗斯103.2和美国99.8。这反映了不同国家在教育和生活环境上的差异。最后，航空业的秘密。空服人员透露了一些机舱内的白色谎言，例如，当乘客要求调高温度时，空乘可能并不会实际操作，以及机上的饮用水箱可能长期未清洗，建议乘客自备瓶装水。好了，如果你喜欢这样的骑行路线和每周时事分享，记得点赞、关注，我们下条路线再会。